人钱不太多，太多给省这儿。他们打造漕运古镇，地价低价。说这个人好像是从那个宇宙过来的。很早以前就听说，北京通州的张家湾老街之前就是清真美食一条街。晚上慕名驱房车而来，开车进城，看到待拆迁区的字样，遇到第一个限高杆，好些个热心大哥帮忙指挥，也没有过去。换个路口进，又遇到第二个限高杆，一位热心大哥带着我们找到一个小路口，就进了老街。这大晚上的，要是没有人带，还真找不到这个小路口。我是田静，我现在在北京通州的张家湾，我们去吃早点。我们昨天在通州城区呢吃个炸鸡呢，跑了几公里，所以呢，我们从地图上找了一个张家湾，我们想在这地方找到人间烟火，早起就能吃着早点。哇，好热闹！这是炸鸽子。豆皮儿、切糕、糖葫芦。我们回头买都是炸鸽子吧。我们起得太晚了，人家都收摊了嘛。早点，这家吧，看看。来一碗。啊？没有了。豆脑还有吗？豆皮呢？就这，他端这个。啊，那就要这个。要俩油饼。俩油饼。俩豆条汤吧。行。这儿吃是吧？啊。这儿吃。都搁香菜吗？都要。看着跟河南胡辣汤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。是。我开始以为是豆腐脑的卤呢。这卤和豆腐切的鲜豆腐。哦。你那2块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现炸的油饼。你看，我看外边那街口写着是这块是要拆迁是要拆嘛？再等个半月一天，没准哪儿就没那么多人了，没人了。说要拆，你就照着说，这边照着，哪儿就拆了手下，把这边的游戏了。哦。2块钱的汤，2块钱的油饼，吃饱了。4块钱。哎，大姐，您就是本地的是不？哦，这块拆迁了，你们到时候去哪儿啊？不知道呢，就那边新盖这个。新盖的楼。那有楼房那儿，对。哦。楼房就是。你们就住那边，那还开店吗？不知道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有合适再干那份儿的。那这边扒了，要是盖反正盖旅游街、步行街。步行街。对。好了，谢谢您。好不容易看到一条老街，挺有人间烟火气儿的地方，然后马上就要拆了，要盖成步行街，估计是又整齐又漂亮又统一的仿古老街。你看满大街大家都在讨论你们家拆了吗，或怎么着啊，就是这个话题。吃过早点，漫步在老街上，像回到了80年代小县城的感觉。还有一座500多年历史的古清真寺，一棵老槐树静静地矗立在门前，似乎在呢喃着几百年的沧海桑田。这还是1级古树呢，年代是清朝约356年，也是300多岁的一个国槐啊。张家湾的这个清真寺呢，最初呢是元朝的时候建的，明清2代呢都有重修。大殿于1998年11月30日落成，南北讲堂于1999年6月30日落成。这有重修张家湾清真寺的碑记。听说以前著名的张家湾大集也在这条街上，现在换地方了，这条老街就显得有些冷清了。遇到的人都在谈论拆迁的事儿，听说是要跟环球影城一起打造通州旅游步行街之类的景区。你猜未来几年
会不会又出现一个能火爆几天的现代古镇呢？这有漕运文化，张家湾记忆。您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？40年了吧？哦呦，40年了，是。这要是拆了，觉得挺可惜的。可惜怎么办？那就是拆完之后，您还能回来吗？目前，他都没答复。都没答复。说要有这门脸儿，也没答复。现在知道的只是什么呀？这街上所有的门脸儿，跟里边的，跟那些几个村拆迁的，一个价低价，全是5000人民币，门脸儿也不应你，区位价根本就没有优势。他们打造漕运古镇，张家湾，最代表性的村儿就是这个村儿。是。北京市委市政府命名的10大古镇，之一就是张家湾，也是这个村儿。通州区唯一的一个村儿，地价一样。以前这儿天天是集，是。你说这就是多热闹？对啊，就北边南边都有大集。以前就这条街。哦。这车多了以后就拿出去了。以前都在这儿。我看这车来车往的还挺现在密集的。没有集了嘛，摆摊都几乎不让摆了。你说那时候什么多热闹！他也拆了，这旧貌就不在了。看书店就是以前记忆里的那种书店的样式，我都有点舍不得呢。别说人家在这儿开书店开了40多年的。张家湾是京杭大运河北京段里的重要节点，在中国漕运史上拥有重要地位，号称大运河第一码头。万州骈集的繁忙景象还是通州8景之一。当年修建紫禁城的金砖、楠木等建筑材料，都是先经过张家湾才运进城里的。先有张家湾，后有紫禁城的说法就来源于此。要给咱们指路那大哥啊，昨天我们那房车没过来，都给您指的路是吧？对，昨儿个，知道吧？有钱你就吃，开开心心的，什么说不用说大富大贵，够吃够喝的，您钱不太多，太多给省事儿。您这乐观的性格真好，哈哈。谢谢瞅瞅。好，谢谢您。没事没事啊。瞧这院子里的大柿子，好高的树啊！通常吧，然后自己家种的这种柿子啊，都是把下面能够着的就摘了，然后上面够不着的也就不摘了，就留给周围的小鸟啊什么的吃，它们冬天的口粮。张家湾村北有一座通运桥，是京杭大运河上仅存的几座古桥之一。这就是通运桥了，又叫萧太后桥。哇，你看这深深的车辙印儿。因为桥下这条河就是辽代的萧太后运粮河，河上的一座木板桥就是通运桥的前世真身。后来木桥当然承受不了京杭大运河上越来越繁重的交通压力，于是在明万历13年，也就是1605年，改建为石桥，皇帝赐名通运。通运桥是一座南北向3旋连拱式石桥，全长40米，宽10米。古桥望柱上的石狮子形态各异，完全能够媲美卢沟桥上的石狮子。可惜经过岁月的洗礼，没剩下几只完整的了。这有小爪子呢，应该是这个小狮子趴在它的那个腿上的。这个现在桥面上还留有深深的车辙印，见证了几百年来张家湾码头的热闹繁忙。桥下窝着4只叫不上来名字的巨大镇水兽，不仅代表着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，也是运河水位的标尺。你看瞧，你看这桥头的这个深深的2个凹槽啊，拉东西啊什么的时候磨出来的缆绳啊或者什么的磨出的印记。明朝永乐年间，
朝廷在张家湾设立粮仓，叫通州卫通济仓。到了明嘉靖年间，为了杜绝匪患，就在张家湾砌墙筑城，驻扎军队，就有了桥北面的张家湾城。经过时间和战乱的洗礼，现在古城只剩下了南面的一小段城墙遗址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见的这段城墙和城门洞，并不是张家湾村的建筑，而是属于村北的张家湾古城遗址。你看我前面呢是张家湾村啊，张家湾村的北面有这座桥和这个城门，但是城门上写的是南门啊，整个这个城包的呢不是村子，应该是一个城池啊。听说呢这个城池里面以前是一个兵营，所以呢这个城池呢当年这个门呢就是一个兵营的那个南门。曹雪芹的像在那儿坐着，还挺安详的。说当年他就是写《红楼梦》也好什么的，在寓居，他就住这儿。说但是说那个曹雪芹这个人，在历史上，你同一时代肯定能找到痕迹啊，说他老乡啊、邻居啊、亲戚啊。结果发现说这个人好像是从那个宇宙过来的，就查无实据。说这个人谁认为他同一时代没有任何一个证实这是个真实的人。说有的人什么证据？说这边是挖墙的时候是哪儿挖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说可以佐证一下。但是这个村子这个历史啊哪儿，反正就是说，虽然说那个给他搞一个塑像，这个有点那个太牵强。有点玄乎啊，对，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曹雪芹这个人，还是说从外星人过来的，就根本没有，谁也证实不了说有这么一号。这说法太逗了。关注1毫米足迹，跟我们去旅行吧。